这次回台湾，我见了3位长辈，3个人呢，3种不同的老年生活。那见完之后呢，我其实心里很感慨的，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老年生活过得好不好，其实不是80岁才决定的，而是60岁就已经决定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3个真实的故事，还有我自己很深的一个体会，60岁以后一定要开始做好的5件事情。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8张专业执照。每周6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呢，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第一位呢，是我100岁的大阿姨，她是我妈妈的大姐。我妈妈其实已经都过世了33年了，但是大阿姨还在。她其实身体呢一直都还不错。大姨丈过世了很多年了，那大姨独居了30几年。可是大概在3年前呢，有一天大姨下雨出门，结果在门口摔了一跤。从那一次开始啊，大姨整个健康状况就像断崖式的下滑了。那现在是谁在照顾她呢？是她的女儿和女婿。问题就是呢，表姐和表姐夫呢已经75岁和79岁了，2个70多岁的人在照顾一个100岁的老人，你可以想象有多辛苦啊。其实很多亚洲的家庭啊都是这样子的，老人家不愿意搬去养老院，那孩子呢又不好意思勉强，就最后呢就变成老人在照顾更老的人了。第2位呢，是我90岁的阿姨，她是我妈妈的妹妹。她其实呢以前非常的优秀，年轻的时候呢考上了全市最好的女子中学。她毕业了之后做老师，最后呢是学校的教务主任。退休之后啊，她跟姨丈2个人呢住在一栋3层楼的大房子里面。以前孩子们都在家，很热闹，可是现在孩子都搬出去啦，那也各自成家立业了，所以2个呢90岁的老人住在一个3层楼的大房子里面。现在他们已经爬不动楼梯了，所以平常只能住在1楼，偶尔呢会有居服员来看一看，但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2个老人自己在家，也不敢外出。我那天去看他们呢，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家里很多东西都非常老旧，也很凌乱。小阿姨很热情啊，一直说要泡茶给我们喝，就一进厨房啊，就闻到了一股很重的味道。我才发现呢，阿姨一直想试着点燃的瓦斯炉，可是瓦斯味已经出来了。那一刻呢，我挺害怕的，我一直叫她不要忙，坐下来聊聊天就好。可是阿姨还是坚持要泡茶给我们喝。后来呢，她又翻箱倒柜，想要找以前的照片给我们看，结果找了半天呢，她自己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后来她拿了一盒水果给我们吃，一打开啊，里面的盒子都已经发霉了。我看到阿姨和姨丈的这个生活状况呢，我顿时发现，其实很多老人呢，他不是没有钱，而是慢慢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控制了。第3位呢，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今年80岁，他太太在前几年在美国过世了。他们其实移民到美国也快30年的时间。那很多人遇到这种事情呢，可能就会开始孤单消沉。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美国所有房子里的家具和累积的物品全部处理掉，只剩下几个皮箱重要的东西。那从美国呢就搬回了台湾，去住他多年前买的一间小公寓。那个房子不大，但是里面的设备非常的完整，家里装了各种的安全的设备。如果他在家里跌倒，侦测器呢会自动通知。房子虽然小，但很舒服。而社区里面呢也有健身房、游泳池，还有一个很大的江南庭院，每天都可以出去散步。邻居之间也互相的打招呼，生活其实很自在的。他跟我说了一句啊，他说如果再过2年我真的行动不方便，我要去养老院了。而且呢他已经报名排队了，所有的事情他都已经规划好了。这3个故事呢，其实让我感触很深。很多人以为了老年最大的问题是钱，但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没有准备。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60岁以后一定要做好的5件事情。那很多人呢，到了60岁，家里其实堆满了30年、40年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不需要了，但是又舍不得丢，结果整个家就变成一个大型的仓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行动不方便了，这些东西呢反而变成了危险。所以第一件事情是60岁以后开始要断舍离，能丢的丢，能捐的捐，让家里变成了简单而安全。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很多老人家他一辈子辛苦的存钱，但是从来没有好好整理自己的财务，家人根本不知道老人家的账户信息和重要资料。如果哪一天突然过世了，家人可能完全的找不到了。
而且60岁以后呢，如果家庭需要呢，一定要设立遗嘱，建立信托，把资产安排好。很多人认为啊，立遗嘱或做信托是有钱人的权利，其实不是的，每个家庭都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尤其趁脑子现在还清楚的时候呢，一定要把事情规划好，交代清楚。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呢，生活突然变得很单调，慢慢就开始觉得孤单，脾气变差，甚至于忧郁了。其实有研究显示呢，孤单感呢对这个健康的伤害就等于一天抽15根烟。所以退休以后一定要有社交，要交新朋友啊，参加社区的活动，定期的运动、旅行，或者是培养个人的嗜好，或者是做志工，回馈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避免孤单衰老的方式。人只要有互动啊，精神就会好很多。我的小阿姨因为心脏不好，所以她的儿子和媳妇呢就禁止他们外出，她很多年都没有单独出门了。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关了好几年不外出的这种生活方式吗？反之呢，我的那位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每天都会强迫自己出去散步，在小区的活动中心跟朋友聊聊天，那他们也会相约呢一起去旅行、打牌或唱卡拉 OK。 虽然我这个朋友之前动过了大手术，但是整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都维持得很好。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不去想，可能也非常乐观，不觉得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个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生活无法自理了，那是要住在哪里？谁来照顾？是养老院呢？照护中心还是居家照顾呢？这些事情啊，最好就在60岁、70岁就想清楚了，不要等到家人被迫帮你做决定。我那位100岁的大姨，其实前几年呢被诈骗走了1000万元的这个退休金。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之后呢，他的判断力就会下降，而且脑袋开始就不清楚了，记忆力也会减退了。因为诈骗集团他其实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老人。所以趁现在脑子还灵活的时候呢，就先计划如何的简化的财务，减少风险，还有建立的保护的机制。不要觉得呢过几年再说，时间不等人的，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这一次回台湾看了3位长辈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老年生活不是80岁才开始的，其实60岁呢就要开始准备了，把生活整理好，把财务安排好，那把未来想清楚了，这样老了之后呢，才可以真正过得有尊严，生活有质量。在这里呢，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60岁以后需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家里几十年的东西全部的断舍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财务状况交代清楚。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退休后呢，还是要保持和外界的互动。第四件事情就是想好，如果未来生活不能自理要怎么办呢？而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保护好你的退休金。如果你已经60岁，或者父母已经60岁了，今天讲了这几件事情呢，其实都值得慢慢的去思考。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情，很多人心里都知道很重要，但常常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所以我把这几年在美国金融行业的专业知识和美国生活中的体验整理成一本退休规划的电子书，那里面系统性的讲了几件事情，例如说在美国退休需要准备多少钱，如何安排退休生活，如何避免退休后的税务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本书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在影片下方连结免费下载，希望它可以帮助你更安心的准备未来的退休生活。非常欢迎朋友们留言分享有关退休应注意的事项，或者是个人的经验。如果你喜欢这一类关于退休、财务、人生规划的内容，记得点阅我的频道。谢谢你的观看，请点赞、收藏、开启小铃铛、留言和转发。我们下个影片见。